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今天我们继续分析解放军在台湾东北部海域部署军舰的问题。最近有日本媒体爆料解放军已经在中国台湾的东北部海域，也就是在日本的与那国岛与台湾岛之间的国际公海海域，常态化的部署了至少一艘军舰，而且这艘军舰呢处于24小时待命的戒备状态。日本的与那国岛位于中国台湾宜兰县东部外海，离台湾岛的距离只有108公里。虽然日媒没有公布中国部署的是什么军舰，但是在此前的5月1号，日本防卫省呢曾经监测到中国的一艘054A 型导弹护卫舰515滨州舰在这个区域活动。如果日本媒体的报道属实，那么在台湾东北海域常态化的部署军舰并保持24小时戒备状态，表明中国大陆方面呢对台军事行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轮台海局势紧张以来，解放军加大军机军舰绕台的频次和数量，并增加了在台海相关海域或空域进行军演的力度。但这些措施呢更多的是宣示主权，并且对台独势力和美日等相关国家进行警告。而这一次在台湾的东北部海域常态化的部署军舰并进行24小时戒备，表明对台军事行动进入到了实际的行动阶段，而不再限于示威或警告了。首先，在台湾东北海域部署作战舰艇是应对美军机突降台湾的最直接的反应。今年6月份和7月份呢，美国军机3次未经中国的允许降落台湾，这个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这是美台断交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的挑衅。对此解放军发出了严厉的声明，任何外军飞机降落我领土都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的行为都将引发严重的后果。但是对美国这个流氓国家，光口头警告是不行的，还得有实际的行动。在以前的节目中我就分析过，美军机从台湾东侧的国际航线突然拐弯降落台湾，解放军是不好拦截的，因为时间上来不及。解放军必须在相应的海域部署预警和处置力量。因此解放军在台湾东北海域部署一艘054A 型导弹护卫舰，以应对任何擅闯台湾岛的美国军机是有效的一个办法。因为美国军机几次闯入台湾都是从台湾的东北部进入的，而054A 型导弹护卫舰是装备了先进的垂直发射防空系统的，它配备的红旗16防空导弹具备很强的多目标攻击能力。一个火力发射单元可以同时跟踪8个目标，并对其中的4个进行攻击，把一艘054A 型导弹护卫舰往台湾东北海域一摆，就是对胆敢擅闯台湾岛的美国的军机的一种威慑。如果美国军机再来，我们就能够很快的监测到并进行警告，并且向我们后方的力量进行预警。如果美军不听警告，我们就可以用火控雷达进行照射。如果美国军机还是不听警告，执意闯入台湾空域，那我们就可能相机采取更直接的行动击落。其次在台湾东北海域摆上一艘054A 型导弹护卫舰，也是在监视或警告日本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有非分之想。根据日媒的说法，解放军部署的军舰离日本的与那国岛很近。在4月份的时候，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就曾经跑到与那国岛远眺台湾，并扬言要对抗中国，防卫台湾。现在解放军军舰在这一海域保持24小时的戒备，就是要告诉日本，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下，有中国海军在，你日本休想再越雷池一步。另外，在台湾东北海域常态化的部署军舰，这是围台困台的先期部署，必将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台独分子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对台武统行动发起以后，如果美日敢驰援台湾，大概率也是从台湾东北方向过来。因此呢，在台湾东北部海域将是解放军走援的关键战场。那解放军就要提前占领，熟悉未来的战场，并且对未来可能的走援作战进行演习演练，这是完全有必要的。总之解放军在台湾东北海域常态化部署军舰，并保持24小时戒备，意义非同小可，至少是一石三鸟。
从各个角度来看，都表明我们对台军事行动从威慑和警告进入到实际行动的阶段了，进入到了建立封锁包围圈的。如果美日台不收敛，解放军后面的措施必定会越来越严厉。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